不是说威园不是皇家重大活动不开园的吗？威园本就是我的私人之地，你想来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你今天怎么想带我来这里啊？怎么？你可以跟何罗彻逛街，就不能同我一起逛威园？你这话说的不至于哈。这大佬怎么又攀比上了？太子殿下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希儿，表哥，妾月见过表哥。想必这位就是岳西郡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这威园是赏花的好去处，我想表哥定不会辜负此美景，便想偷偷来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偶遇表哥。果然，我今天运气不错。是吗？听闻郡主在秋寿时曾救下表哥的性命，今日一见，郡主果然乃倾国之姿。雀月在此谢过郡主对表哥的救命之恩。我救下萧星恒，要他一个表妹谢什么谢？敢问小姐贵姓啊？忘了向郡主介绍，我姓白，名雀月，是殿下的表妹。叔公怜我自幼丧父，便将我接来郑国公府娇养。原来如此，我看你能随意进出太子私园，还以为小姐姓萧呢。郡主说笑了。主子，我先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。郡主是想当太子妃吗？与你何干？郡主可知表哥温润的面庞下狠毒的心肠吗？唉，他刀起刀落的样子，我都快看习惯了。看来郡主知道，我这表哥身体虽弱，但心怀远大抱负。郡主怎知他现在待你如此温柔，不是为了你父王30万的兵权呢？兵权？表哥早晚是问鼎天下之人，郡主若是想着他能一心对你像现在一样，那郡主可就是痴人说梦了。这皇室的爱情就像这些花，虽然绝美，但终将落入泥土，最终腐败成泥。届时表哥手握兵权，昔日的感情也将冷淡，而宫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郡主觉得你除了宁王府的支持还有什么？可我至少还有宁王府的兵权作为依靠。白小姐有什么？郑国公府这一带没有女孩，我自9岁起被叔公接来府上娇养，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以后当表哥的正妻所存在。表哥回来后，叔公一直想修复跟表哥的关系，表哥娶了我，就可以得到郑国公府的全力支持，是吗？我先知郡主救了表哥一命，表哥也有益于郡主，我甘愿将这正室之位让出。郡主也知道，表哥今后可能不止你一人，与其让那些不知深浅的女子得利，不如让我成为白家和表哥之间的羁绊。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扫除一切你不能出手的障碍，成为你坐稳正宫后位的绝佳助力。谢过白小姐的好意，不过我不太需要。我都不与你争这正室之位了，难道你还想一生一世一双人不成？我不像你，我呢不为别人而活，
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别说表哥继位之后做不到，就算现在他能为了宁王府的兵权娶你，也一定能为了郑国公府的信任而纳了我。兵权，你可以试试，看看他会不会为了郑国公府纳你。你就如此有自信？我不是自信，我说了，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纵是天子，君若无情，我便休。你疯了！这样看来，你是真的容得下我。那这正室之位还是换我来做吧。走了。希儿，表哥，表哥！萧星河，你这都什么烂桃花？有的了。脚。没事，我们马上恢复。什么烂桃花，真的是！嘴里嘟囔什么？萧星河，你混蛋！我混蛋。胡青草在耳边几句悄悄，纷乱了心跳。别说此间相思成好，把你我萦绕。烟火绽开，映入瞳眸，温柔眼角微笑。谁说年少余生共度，相约白头到老。就便飞越后的你。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呢？不疼。只是脚踝关节错位，没有骨折。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哎，都怪你！怪我，不该留你一个人在那儿的。是不是白雀月跟你说了什么？你那个好表妹，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，以为我们两家要联姻，估摸着是想清除我这个障碍。怪我活得太久，碍你们的眼。我知道白雀月是郑国公的人，可我好歹也是个郡主，不是？这面子，我宁王府肯定是要找回来的。别说我不给你面子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而且你记着，在我这儿，没有人比你更重要。郑国公没有，郑国公府也没有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像告白来着？轻点儿。疼了？你安插在太子府的所有眼线，我已经全部处理了。之前一个不动，是看在舅舅的面子上，但是你不该将我的行程告诉白雀月，还给了他不应该有的妄想。你就是这么跟你外祖父说话的？正是因为你是我的外祖父，我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。翅膀硬了是吧？为了个女子，深更半夜来质问你的外祖父，是我直言，他可比你重要多了。
岳西郡主背后有宁王府支持，又救了你一命，我不反对你娶她。但雀月本是白家为你准备的正妻，从小悉心教养，最适合你不过。现下因岳西郡主虽然不能成为正室，但你将她一并纳了便是。本宫的婚事，外祖父怕是做不了主。都是为了你好，已经顺了你的意，你还要如何？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送我去刘国；为了我好，对我不闻不问。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为了郑国公府好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怨我当年送你去刘国为质。可我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。那时的郑国公府没有了兵权，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是，牺牲一个外甥，简单了圣上对你的猜忌，换来了郑国公府多年的安稳。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交易。可是，母后的死，你也不后悔吗？你母后太过柔弱，她不适合那个尔虞我诈的地方。她不适合，别忘了，是你亲手将她送到那个吃人的地方。你还是在怨我。少时怨过，但现在我不怨了。如果你害怕我因此报复郑国公府，那你大可放心，只要你郑国公府安分守己，看在母后和舅舅的面子上，您最在乎的那些东西不会改变，郑国公府也会荣光不倒。但是其他的东西你就别想了。白家不会再出一个皇后，皇室也不可能再出一个白家血脉的孩子。你别妄想了。表哥，表哥，你是不是跟叔公说了什么？是不是岳西郡主说了什么？我没有，表哥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不该挑衅他的。表哥，我从9岁的时候就知道将来要嫁给你，这些年我也一直为可以做好你的妻子而努力。我听叔公说你要娶岳西郡主，我没有想要跟他争什么，我可以不要名分的。在我这里，至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。燕姐姐，哎，木木，我听人说太子把魏源封人10里都给封了，还扬言往后只对你一人开放，是真的假的？哼，好你个木木，借着探病的幌子来挖料的吧？宁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京城往事距离萧关还差点火候。还差多少火候啊？就差你和太子。嘿，那你问吧。你喜欢太子殿下吗？你这一上来就整宿命题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说嘛。
能说嘛说嘛。哎呀，萧星恒跟我不一样，他是储君，今后更是天子。普通人尚且对三妻四妾习以为常，更何况久居高位的太子啊。那也不影响你喜欢他呀。那我也不想因为所谓的爱情，将后半生都葬送在争宠夺利的后宫中，再深的感情也会被消磨干净的。我就是条咸鱼，没什么理想抱负，每天呢就想吃吃喝喝，逍遥度日，快意一生。可是萧星恒却是我计划外了，令我无法抗拒的意外。哎呀，好烦呐！谈个恋爱怎么这么烦？大半夜叹什么气？哎，真是个塑料闺蜜。这大半夜的，你来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一会儿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啊？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萧星恒，你疯了！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，再爱一遍。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，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我轻一点。千古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晚年。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不论千古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。这几天胸口不要沾水，免得伤口发炎。这是什么花？鸢尾花。鸢尾？所以你大半夜过来，就是强制给我闻了一朵鸢尾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鸢尾的含义吗？我怎么知道？
这是你为我留下的疤，我不希望它在你身上留下丑陋的印记，所以我帮你改了一下。你清高，你完美主义，你在我身上搞了个刺青，你咋不在自己身上也搞一个呢？原为予以至死不渝的爱和俗世的情人，此生不负，来世不忘。他是他命定的爱人。发了，之前的效果被我们白雀月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提他干嘛呀？好好的心情又被破坏了。还有，不要想太多。在我这儿，你是最重要的。结局如何，走下去就知道了。半路纠结，不过是徒增烦恼。肖星豪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不是我想知道的哈，是木木想知道，是他想知道。你闭嘴，姬兰公主，我刚刚进出观你容貌，论相貌，你不过姿色平平；论德行，显然德行有亏。你不过是降国树公主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有胆子对我国储君指指点点？你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啊，没了，就这。就像因为你被人误会，一点也不难过。突然有人帮你解释，才会觉得委屈。这时候，你就想告诉全世界，你看，其实有人知道，你没有错。肖星豪，你永远胜过别人，至少在我这儿。别太骄傲，还是有很多缺点的。我缺点很多吗？多啊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那优点呢？像太阳一样少。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因为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都没了。所以，喜儿，你也喜欢我，对吗？这题超纲了，下次聊。慧口大师说，明日梦里醉的解药便可以做出来了。明日，那我陪你去啊。好。你别看我，看星星。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。你看，那是最亮的北斗七星。缠绵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你看星星，
这慧苦大师跟萧星恒进去已经有3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不是说拔出余毒的时候，比毒发的时候还疼吗？怎么萧星恒连一声声音都没有啊？郡主不要太担心了。自萧星恒中毒以来，慧苦大师研究这毒已经7年了。7年？这世上除了刘国皇室，也就是他最有把握解这梦里罪了。你是说他这7年来毒发的时候，都像今天一样吭都不吭一声吗？他15岁时第一次解毒，那时候他整个人疼得发抖，身上的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也是没有喊一声疼，没有掉一滴泪。也许在他心里有比这更苦的事吧。原来在那些我所不知道的日子里，萧星恒的成长如此艰难。他用坚韧从痛苦的泥泞中开出最艳丽的花，才让我看到了今天这般灼灼耀目的模样。原本觉得萧星恒说我的气息能让他安定这种事很扯，但如今我无比庆幸能为他带去一点点的平静，能让他短暂的从这种痛苦中抽离。白雀月的事让郡主受委屈了。世子多虑了，他是他，镇国公府是镇国公府。郡主大度，白雀月我已经为她安排了一门婚事。几日前，她已经被送往冀州出嫁了。镇国公没有意见吗？父亲老了，没有精力操持这些后辈的婚事。这是镇国公府欠长姐的，也是镇国公府欠她的。其实父亲已经许了你和岳西郡主的婚事。白雀月既然犯了错，那你大可以从白家的旁支随便挑一个姑娘纳了，安他老人家的心。想来岳西郡主也能够理解。不会有别人了。你要想好，此生路长，你又必定身居高位，此时的欢喜不一定能够携手到老。你看，明明满天繁星，而我却一直身处在黑暗中。是他来到我身边，我才得以看到所有的繁星，看到这世界的美好。他从来都不是选择，他是唯一。我不知道你俩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也不知道你们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我只希望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能待他好一些，再好一些。愿尽我所能。疼吗？疼吗？已经好久没有人问过我了。恒儿，疼吗？疼。
没事儿，以后小心点。来，从那以后，便再没有人关心过我疼不疼。疼。吃块桂花糕吧，吃甜甜的就不疼了。你知道吗？我15岁回国那年，特别想吃桂花糕。父皇，怎么每次奖励都是桂花糕？我都吃腻了。你呀，那个时候没有吃到，此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了。没关系，即使没有陛下的教导，你现在的字一样是方圆兼备，风骨天成。就像你少时没吃到的桂花糕，现在就躺在你的手心里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。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不论前不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。想一直在你的身边。我从不遗憾少时那块求而不得的桂花糕，但你给我的这块，却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甜。贫道不负所托，殿下梦里醉的余毒已完全拔除干净了，只是这隐阳花药性之大，尚需泡药浴方可散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之前郡主问过贫道的问题，不知道郡主找到答案了吗？这既定的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变吗？萧星恒还活着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吗？当时大师让我随心而为，现下我也是寻到答案了。娘娘，可消气了？消气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什么事值得娘娘这么生气？你可知，萧星恒的毒已经解了？知道，所以我来了。你的人就是这么办事的？刺杀萧星恒没死，还让他毒解了？还是说，你早就存了投诚之心，想拿我做你的投名状？你知道的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。永远？这是多么可笑的词啊！你记着，你的命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拿什么跟我谈永远？你不敢！
有我在，更何况这盘棋还没有走到死局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能重新将它盘活。你连刺杀萧星航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娘娘，都交给我吧。你只需要看着，好戏登台，等着坐上你该坐的位置。深宫诡谲，皇室无情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自保，能在这后宫中有一分依靠。萧寒，我如今能相信的只有你了，你不能背叛我。一把刀永远都不会背叛它的主人。我是你亲手锻造的利刃，我若失主，便天诛地灭，死无全尸。那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弄疼你了？只要是你给的，疼与爱，痛与恨，我都甘之如饴。那现在呢？疼吗？疼就对了。记住了，我的心比你疼10000倍。今晚萧星航毒性散去之时，也是他最虚弱的时候。届时，我定会让娘娘看一出好戏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岳西郡主的私堂，你们还想硬闯不成？三殿下处出了刺客，有人看到刺客往这边来，我们也只是奉命搜查。郡主还在里面，说了不让进，就是不让进。萧星航现在是关键时期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什么乱子。三殿下，那刺客刚刚赶到本宫处行刺，未必就不敢挟持岳西郡主。进殿检查也是为了确认郡主的安全。况且，如今父皇也在这云泉宫中，若是放走了刺客，威胁到圣驾安危，你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？不管那刺客有没有进入云泉殿，只要三皇子带人闯入，那宁初曦的声誉必然受损。到那时，为了宁初曦的声誉，父皇和宁王也必会将宁初曦嫁给三皇兄。好一个一石二鸟！萧雪，你今日敢踏进这玉泉殿半步，我整个宁王府必与你势不两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万一郡主是在里面被刺客胁迫，才被迫这么说的呢？闪开！
三殿下这样怕是不妥，若是损害了郡主的清誉，您手下的这些侍卫们怕是担不起宁王的怒火。一时情急，末将失礼，还望殿下勿怪。白将军，郡主在里面，要是生命受到威胁，若是出了什么差错，白将军可担得起这个责任？他承担不起，本王承担得起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为了影都摸不着的刺客，谁敢毁我女儿的清誉？宁王，不妨找个熟悉的婢女或是嬷嬷一块儿进去，这样既能确保郡主的安危，也算是尽到了捉拿刺客的职责。好你个萧旭，心眼子真多！郡主，奴婢带着嬷嬷进来了。嬷嬷可要仔细看看，别最后又怀疑我窝藏刺客，我可担不起这罪名。郡主说笑了。嬷嬷可检查清楚了，我这店里可藏了刺客？回郡主，奴婢检查好了，确实无人。那就赶紧出去向你主子汇报，省得在这惹我心烦。是。一会儿把我换洗的衣裳拿来，这些人这会儿搞得我也没有了泡汤的兴致。是。如何？回殿下，奴婢仔细检查了外殿与内殿，
均无他人，只有郡主一人在殿中。王爷放心，郡主一切安好。三殿下现在既不用担心小女的安危，也不用担心小女窝藏刺客了吧？这回放心了吧？宁王言重了。萧星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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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郡主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既然你没事了，外面的人也都走了，你还不起来，留下来看我换衣服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之前郡主对我舍命相救，如今又帮我解了生死之劫数，如此恩情，无以为报。不如我以身相许。许你个大头鬼！一纵间寒烧正崩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空中。这样子写了忧伤，在心里激流汹涌，辗转后又落空，在我心中留下的痛，像无尽黑洞。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叹爱恨算落花，这一生多少年华，都付与牵挂。我触不到你的发，回忆像流沙，飘不出怎走吧。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，这人间多少风华，不如你情话。风吹过我的脸颊，热情湿了肉麻，放不下。哎呀，萧星豪，你个疯徒子！宁主席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只我一人吗？萧星豪，我不喜欢费心费力的猜来猜去，做了决定又质疑后悔，举棋不定。我与其他女子不同，我不在乎什么所谓矜持或羞于启齿。此刻，我只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只你一人，永生不变。没有弱水三千，从来都只有你。我从不信什么永远，人都是善变的。我这一路走来，连血脉亲情都不坚信，但唯独你，
我愿意去相信世人口中那些所谓的永恒不变，可我又害怕，我害怕天长地久，你总有一天会感到厌倦我想用力抓紧，却又怕伤了你。即便看破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。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不永恒或瞬间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总会奔向你。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。听闻昨日云泉宫进了刺客，险些毁了郡主的清誉啊！臣怎么不知道此事呢？行了，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郡主的婚事，爱卿作何打算呢？臣自是以希儿的喜好为主，但若问臣的打算，臣倒是希望希儿能嫁给一个普通的富贵之家，就算地位低一点儿也无妨，这样微臣可以护她不受欺负嘛。爱卿爱女之心，真是令人动容啊！朕观岳西郡主灵秀大方，朕甚是喜爱，也不知道朕这些儿子当中有没有她中意的。殿下们若是能看上希儿，那是希儿的福气呀。你觉得老三怎么样？三殿下文武双全，甚是良配。不过不知怎么着，与希儿不太对付啊。那太子如何？太子芝兰玉树，可是，爱卿，但说无妨。臣说这些话可是冒犯了天威啊！请恕老臣爱女心切。上次希儿无意间替太子殿下挡了一剑，他虽不说，但臣知道，小女心悦于殿下，但是殿下一直身体虚弱，臣担心，臣恐怕小女以后孤苦无依，臣有罪，臣有罪呀！看样子是岳西郡主本人喜欢太子，但这老狐狸又担心太子早夭，因此不太放心呢。你说父皇真的会准太子娶了宁初曦？在父皇眼中，镇国公府跟太子是真不和还是假不和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但如今太子失弱已是事实，宁王府和镇国公府，一个驻守北疆，一个驻守西域。如果岳西郡主加入太子府后，便可以拿太子牵制宁王府，三方势力制衡，何乐而不为？爱卿，你只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职责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，老臣只是说了一些心里话。但若陛下替希儿旨，不管是谁，都是我们宁王府的无上荣耀啊！这老狐狸，怕不是算准了朕不敢乱点这鸳鸯谱。看来今日这棋又白下了。所以你们已经……嘘，我跟他气埋得很。不过
这云泉宫可不比私宅，人多眼杂。既然这三皇子知道宁姐你在，为何还是一副要强闯进来的样子？难不成他想毁你清誉，坐收渔翁之利？我就知道我的闺蜜没有一个废的。那我们这样。哇，这么大！正所谓风浪越大，鱼越肥。谁说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号外！贵圈风云录加更了，劲爆款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来，号外，大家来看，贵圈风云录加更了，大家快来看呐！号外！小姐，您真的太神了！谣言真的愈演愈烈，现在五花八门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上热搜了，怎么说？是这样的，今日苏小姐在贵圈私塾发布了她的新话本，洋洋洒洒数十万字，分析了京城贵人圈里不为人知的暗心往事。就是，现在那些人几乎都被牵扯进去了。搞这么大，估计某些人要坐不住了。希儿的身子可痊愈了？谢娘娘关心，已经都好全了。希儿马上年过18了吧，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，对未来夫婿可有什么心仪人选呀？我其实已心悦一人，不过不好意思跟娘娘讲，但我父王知晓后已是同意了。不知哪位少年郎能得希儿青睐呀？哎呀，娘娘别问了。希儿，这姑娘家的就要多挑挑，多看看，总是没有坏处的。再说了，我家旭儿也不差嘛，希儿多考虑考虑。娘娘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大家都说他们二人已经是私定终身了。没有的事儿，希儿从哪里听说的？可外面的小姐们都这么说。唉，这希儿啊，千万不要听外面的胡言乱语。这林家只不过是一个庶女，即便是希儿看得上她，也不过是一个儒人，无需介怀的。看来小白花在孙贵妃这儿混得不行啊。哎呀，本宫最近事务有些繁杂，有些累了，咱们改日再聊。是。你那个林家庶女，你要是实在喜欢，成亲后纳了便是，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吗？这宁初曦是什么身份，你知不知道？娶了她对你有多大帮助，你知不知道？如今太子越来越受你父皇重视，再加上之前太子遇刺，你又被怀疑，你现在在朝中可谓是举步维艰。娶了宁初曦，得到宁王支持，对你来说就是百利无一害的事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旭哥哥，娘娘又逼你了是不是？月儿，对不起，我……旭哥哥，你是不是还是要娶月溪郡主？月儿，对不起，无论我娶谁，我心悦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只是如今形势所迫，只能委屈你了。
知道，不怪旭哥哥。玉儿只要能和旭哥哥在一起，玉儿不委屈。出事！北疆传来了战报，北琼果然出兵了。这些宵小，到了好好收拾收拾他们的时候了。为父不在的时候啊，你要万事小心。我在府中给你留了府兵，别怕得罪人，该用就用。若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，就交给太子去搞定。若是这小子也搞不定，你就忍忍，等为父回来给你做主。老头子，你就别操心我了。战场凶险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我还指望你平平安安的从战场回来替我撑腰呢。你就放心吧，你父王可是朝廷的猛将，等着我凯旋而归吧。小美啊，再过2个月就是年关了，咱们府的年货该置办起来了，衣服也该做起来了。小姐不用这么破费的，咱们府上下人的衣服每季都有新做的呀。好啦，老头不在，我这第一次当家，咱们这年一定得过漂亮了啊！听我的。还真是晦气，哪哪都有这小白花。想来不久后，我就有幸叫郡主一声姐姐了。哼，笑话！你我既非姐妹，又非密友，你哪来的资格叫我姐姐？哼！等到郡主入主三皇子府，我可不就是有幸能唤郡主一声姐姐了？你瞎说什么疯话呢？你出息，别怪我太狠毒，是你挡了我的路。快来人啊！有坏人劫走了郡主，恭喜郡主被劫走了！快来人啊！嚷什么？我家小姐呢？不知道是谁闯了进来，直接就冲着郡主来了。他们掳走了郡主，我想拦没拦住。来人！你们几人给我将这宇昌阁围住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们带人给我全程搜，人不够就回王府调动所有府兵，城外也不能放过。还有，派个腿脚最快的去通知太子府。是。这场绑架，看样子是早有预谋。我现在浑身无力，动一下手指都难，更别提呼救了。车中是何人？爸，回官爷，这车中是我买来的媳妇儿。林玉带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治不好了，我这准备拖到乱坟岗给他埋了。官爷，这恶疾会传染，可得小心啊！他一发病就抽搐，许是碰到了香光。官爷要不看看？先走，神乎贵气。谢谢官爷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
若是到了荒郊野岭，可就真的难逃了。京城各处眼线遍布，他们藏匿不了人，他们不敢在城内逗留太久，带人去城外搜。是。你速度点啊，我还等着呢。知道了，你把握，这娘们细拼的肉呢，我先替你验货。你快点啊！好。好了，你别费劲了。这麻金伞可以要到10几匹壮马，更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，叫啊，叫不出来了。一会儿啊，还有你哭的时候。谁呀？竟然不吃吃罚酒！咫尺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机上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你来了。走遍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。等等，你的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去吧，别怕。无论前途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。没扎穿，真可惜。郡主饶命！小的也是被人收买，小的以为只是普通的商家小姐，小的如果知道您是郡主的话，打死小的也不敢啊！
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郡主放过我！郡主放过我！郡主放过我吧！郡主放过我吧！睡吧，睡醒了，噩梦就远去了。我说过的，你身后不仅有宁王府，还有我。就是这双手，今天第一次杀了人。不久前，我还以为萧心恒当着我的面杀人，而拖了几天，现在却已经可以自己动手将人杀死，我还真是长进了呀。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醒过来想见我，却见不到我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我没事。还好太医说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害怕吗？你知道吗？那把剑落下的时候，我的2只手都在抖。不，我当时一直看着你，你没有抖，你很果决，也很勇敢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手现在还在抖？你看，我握住它，它就不会抖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无法适应。我能有什么事？难不成你还怕我自杀？林玉带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死我，他可太天真了。我不会死的，萧心恒。我从来不是什么贞洁烈女，贞操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就算当时我被人侮辱了，我也不会寻死觅活。没有什么比我的命更重要。所以你看清楚，我就是这么自私。我不会觉得被人轻薄或者失真，就觉得对不起你。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我的错。若你心存芥蒂，你就……宁初曦，宁初曦，你给我听着，如果你受到任何伤害，
一定是因为我无能，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保护你。你说的没错，在任何情况、任何时候，你的性命都是最重要的。只要你可以平安的回来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宁主席，你要记得，我爱你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也不需要任何的条件。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织面，花落之间，在爱一片。哭吧，没事的，我在。我当时都怕死了，动都动不了。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？我以为我自己要玩完了。他妈的，林玉丹从哪找了这么恶心的人？我要弄死他！还好我藏了菜子在手里。我亲手弄死了那个男的，我可太厉害了。不断浮现的难言，快了，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晚年。时间的线一起织面，花落之前。长歌的人都处理了吗？幸亏郡主婢女当时将羽长阁封了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出。现下羽长阁内所有知晓郡主被掳的人，已经全部签字画押，登记造册。将林玉带身边所有涉及此事的人全部灭口，事情给我办得干净一点。是，凡是与此事有牵连的人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那林玉带他，这件事，只怕他希望自己亲自动手。给他喂下麻金散，关到暗牢里去。是。至于你，自己去刑房领法。是卑职失职，卑职这就去刑房。你这是看了什么呀？我才能在这里看到你。玩忽职守，显著大错。你知道的，我行刑从不手下留情，除非……废话少说。这个傻子。
年子挨的可真是一点都不远。哎，你呀，虽然行事比我靠谱，但眼里却只有萧星航。明知道他对月溪郡主不一样，却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这100遍，可真是一点水都没沾。好了，记忆受罚便是两清，以后别再犯就行了。疼不疼？没事。主宰，应初曦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品，我希望你可以全心全意敬重她，守护她。林一代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我要弄死他！帮我的2个人都没了，没人对峙。我当时怎么没想着留一个呢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。可报官处理的话，我被掳的事不就都知道了？虽然我不在乎什么名声，可我不能如了他的意。明的不行，那就暗杀吧。也不知道老头子留给我的府兵够不够用。不过被萧旭抓住了小尾巴，老头尚在前线，如果现在弄死他，等着萧旭反弹，那不是给老头子添麻烦了吗？喂，我在这认真思考对策，你不帮我你还笑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若你想取他性命，我让怀流他们去做就行，即使萧旭会怀疑，也不会留下证据。我就怕萧旭发疯乱咬你，毕竟是原书男主，还是要避免萧旭的主角光环给萧星恒带来什么麻烦。我没事的，更不惧生死。萧星恒，我只说一遍，我既然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是你的。还有，我跟林玉带之间的恩怨，我自己解决，你不许插手。忽然我就没有那么想让他死了。好。哼，让人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，而是精神上的毁灭。他越想得到什么，我偏偏要让他自以为快要成功的时候全部失去。林玉带最在乎的是什么？在乎他和萧旭的感情，在乎爬上高位掩饰出身的自卑，在乎他淑女才女的名声。那就让他最在乎的一一破灭在他眼前。若是他现在死了，倒成了萧旭心里的白月光了，我偏偏要让他跟萧旭反目成仇，让他刚爬上高位就跌入尘埃，让他声名狼藉，被人耻于提起。按你的意思来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像画本里密谋
阴谋诡计的大反派啊！瞎说，我觉得我们像话本里珠联璧合战胜反派的主人公。那你不觉得我恶毒啊？不，我觉得你很可爱。京城知名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究竟是采花大盗重出江湖，还是闺中小姐为爱私奔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哼，姐姐，你比我标题党多了。我这京城第一八卦号应该退位让贤。少贫嘴，能不能想？姐姐交代的事，肯定漂漂亮亮的完成啊。嘿。号外号外！京城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给你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号外号外！来，号外号外！京城日报每日关注，号外号外！听说前几天城里闹了大盗，要我看呢，这林家才女就是被采花大盗掳走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啊！可我怎么听说是这林家小姐与人私奔，还违抗父命与人私定终身了呢？说起来还真有可能是，之前不就传这林家小姐早就心有所属吗？而且这里可是京城，谁敢在天子脚下劫人？对啊，是啊。是个人吗？这是谁呀？怎么躺在这儿啊？是个人，是个姑娘。姑娘啊！这是谁家的呀？这不是林家那个才女吗？林玉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她这样好像丢了清白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。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开！滚！都给我滚开！林玉带总想着做人群中的焦点，声名鹊起也好，身败名裂也好，他不都得偿所愿了吗？下一步，通知萧旭接人吧。薛哥哥，玉儿，你这几日都去哪儿了？外面都在传你。薛哥哥，我没有，外面那些传言都是假的，我真的没有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既然你说外面传的都是假的，那你告诉我，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总不能告诉他我绑架宁初夕后被人老薛按牢的事吧？不想说，便不说吧。薛哥哥，我真的没有。虽然我已经什么都记不清楚了，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而且薛哥哥，玉儿心里从始至终只爱过你一个人，又怎会与他人私奔？好了，不哭了。那是谁掳了你？你心中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罢了，玉儿，如今是多事之秋，
我今日留你在这儿，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。玉儿，你知道的，皇家最要的就是体面。若是被有心之人拿去做文章，与我很不利。罢了，或许我与三皇子的缘分本该如此。玉儿，最后，三皇子再与玉儿喝杯酒。旭哥哥，玉儿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太爱你了。旭儿，旭儿，姨母叫我。你今天说有事找我，可我陪你在这儿坐了1刻钟，到底有什么事，让你这么难以启齿啊？姨母，旭儿想，旭儿想求你向父皇请一道圣旨，替旭儿赐婚。怎么，旭儿这是想通了，想娶那岳西郡主了？不是宁初曦，不是宁初曦，不是宁初曦是谁？难道是那林家庶女？那个林玉带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对她这么死心塌地？姨母，旭儿与他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什么？所以旭儿必须得娶她。你还真是饥不择食，什么糟糠都吃得下。她林玉带不过是区区一个庶女，如今变成了上不了台面的货色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娶她，你就不用想了。别说是本宫不同意，如果被你父皇知道了，你这辈子都与那个位置无缘了。可是姨母，旭儿与他若是不娶的话，他存心报复，旭儿怕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你明知道他德行有亏，已经不可能入皇室，你为何还要与他苟合？还是说，你们早在之前就已经同床共枕？姨母，是旭儿鬼迷心窍，可是如今木已成舟，旭儿必须要给他个交代。他前些天因为这件事情，已经被林府赶出了家门，旭儿实在是不忍他流落街头。你不是说他爱你爱得非你不可吗？那还在乎什么名分？他这样德行有亏，心思歹毒，做一个外室都算抬举他了，还想登堂入室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给你1天时间，把这件事处理好。若是捅到你父皇呢，本宫也帮不了你。旭儿知道了。玉儿，最近我政务繁忙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
就是那个失踪了好几天，然后衣不蔽体被扔在大街上的林府小姐。是他呀，失了清白了。就那还好意思来找三皇子，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货色，还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呢。当初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西郡主抢风头，一个庶女而已，仗着三皇子的宠爱和郡主叫板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。宠爱，现在三皇子躲着他呢，避之不及，还夸自己是那个京城第一才女。小姐，这就是报应。萧息遭人算计，也算吞了哑巴亏，遭此报应。对这个结果，你可还满意？还行吧。而在我看来，还不够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楼塌了，还挺有戏剧性的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，他这个结果也是自己选的。秋霜寒凉，老夫人身染风寒，缠绵病榻，念及远游亲眷，心中郁结，盼息儿归家，以解亲人思念。我离开益州时，祖母还精神矍铄，怎么会久病不愈了呢？往日她最是疼我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你要回益州？我父王尚在前线，这时候本不该多事，但老太太病危，我父王又不在，此去益州，担心途中生变，这不是来找我的未婚夫婿帮忙了吗？我担心宁王府的兵人手不够，要不将太子府的侍卫带上，充当王府的人。还有宁老太太患疾，我身边常用的太医医术精湛，你把它带上，还有各种药材，一并带上，我让人都给你准备好。还有，你身边没有贴身侍卫，我让怀流跟着你一起去益州。怀流跟我，你身边没人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能自保。要不我称病，我陪你一起。别闹，现在正是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时候。可是，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若是争不了权，夺不了势，即使此刻你陪着我，往后也是护不住我的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放心，这回我肯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身陷险境。萧星恒，你都装了什么呀？我是去探病，又不是举家搬迁。多带点总是没错的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。虽然我不知道宁老太太情况如何，但总有一样可以用得上吧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印，若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带着它去找益州刺史赵康玉。益州刺史可是地方3品大员，益州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居然是你的人。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我还有这个。鸢尾花的手镯，帮我戴上。好看。一只手镯可不够，准备好聘礼，等我回来。好。
祖母，我回来了。祖母，祖母。好，我的希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祖母就是此刻去了，也心安了。祖母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还要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的看我成婚呢。对了，我的希儿有对象了。定亲了，是太子，孙女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。祖母高兴了吧？高兴是高兴，可对方是天皇贵胄，以后我的希儿要被欺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希儿，希儿不哭。都说生死由命，祖母不难过，你也不难过了啊！祖母，太医，太医。回禀郡主，宁老太太得的是风寒，好在不是肺痨，应该是风邪入体，因年纪大了痊愈的慢，再加上治疗不当，炎症累积，才拖成了现在这样。可能治疗？可以的，只是所需药材珍贵，好在咱们来益州前，殿下为您准备了大量药材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只是宁老太太年岁高了，这病恢复得慢，急不得。能治就好。哎，臣这就去准备。祖母，你听到了吗？您的病能治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，要配合太医好好治病。好，不说了，都听我希儿的。多亏了希儿带来的太医和药材，不然母亲的病不知何时能好。该三叔好好谢谢你才是。三叔见外了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父亲尚在前线，宁家全靠三叔一人撑着，这些都是侄女儿应该做的。哎，我听闻圣上为你跟太子赐婚，也不知太子为人如何，你是否能跟他相处得来啊？希儿，这婚事可是你自愿的呀。啊，真正的亲人不会在意你为他们带来荣耀几许，只会关心你是否过得如意。三叔二姑姑别担心，太子殿下清风朗月，待我更是极好。这次为祖母带来的药材和太医，都是殿下准备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谈恋爱可真愁人啊！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淡。这些话，萧心恒应该会懂吧？小姐，您的点心。哎，管家。哎，外面怎么这么多哭闹声啊？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家都在办丧事。最近城中死了许多人吗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原因，城中好多老人都患了风寒，都挨不住了。按理说今年冬天还没有去年冷，但这一个月陆陆续续走了好多老人。都是在这一个月里？是，就是这一个月，连那个棺材铺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哎，小姐，您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
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你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在打扫啊？谢郡主关心，只是奴婢是负责花园洒扫的，其余负责的姐妹也都染上了风寒，奴婢担心无人值守，这才让在这打扫的。你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看。这么多人都染病了，府上郎中就没来看看吗？回郡主，府上郎中来瞧了，说是普通风寒，也都给开了药，可有痊愈的？说来奇怪，好似还真没有痊愈的。不过大家都只是咳嗽，并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因为怕影响主子，所以我们染病的也都没敢往内院去。今日实在是没有人手了，奴婢才带兵进。没有别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咳嗽。小美，去吩咐外面所有的人都远离这个院子。花柳，去找些侍卫，将宁府暂时封了，让他们远远守着，不许任何人出去。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别出去，就待在这儿，想办法传令出去就是了。是。叫外面的人去把徐太医喊来，顺便再通知三叔和二姑姑。明白。哎，别进来！希儿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出来！对啊，我怀疑这里的人得了癔症。癔症，还请太医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再进来为众人接诊。是，臣这就去准备。有劳了。希儿，这当真是癔症吗？瘟疫向来令人谈之色变，若真是癔症，那可就不单是宁府的事情了。还不确定，我也希望是虚惊一场，但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。三叔，还请您将宁府立刻封闭，将所有的下人都盘查一遍，将染病的和未染病的人全部单独隔开。内院也要排查，特别是松鹤院，我担心祖母的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这就去。可是希儿你，以防万一，我也需要一同被隔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三叔别担心，有徐太医在呢。现在控制住癔症才是最要紧的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走。郡主，你猜的没错，经过下官反复确认，确实是癔症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最先咳嗽的是东院里负责外出采买的小厮出现了咳嗽，后来与他同屋的小厮也都相继出现了咳嗽的症状，而且最先染病的那几个小厮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热的症状。下官用了各种风寒常用的降温方法，但是都没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癔症的症状是先咳嗽，再发热。是。那祖母一直咳嗽，会不会也是？郡主请放心，宁老太太虽然也有咳疾，但是肺病，脉象也跟这些患了癔症的人不同。她没事就……这些患了癔症的人看似风邪入体，但他们的脉象要更沉一些。之前郎中开的风寒用药也是没有半点效果。那知道癔症是怎么传染的吗？我们这些人是否也会患上癔症？这些人都是在接触了有咳嗽症状的人之后3天才出现了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观察3天，没有出现咳嗽症状的，均是没染上的。是的，郡主在这儿已经待了3天没有症状，所以郡主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宁府应该没有新增的感染者了吧？没有，幸亏郡主当机立断，及时封住了小院，所以疫情才得以控制，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。此癔症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在乙州传染开来。
可是明明已经传播1月有余，为什么城中一点防疫措施都没有？郡主，这可使不得，郡主。徐太医，还请您劳心费力，尽快找出治疗之法。这益州城的百姓就靠您了。郡主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此刻我必须做些什么。殿下，益州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生了瘟疫，圣上已经秘密下旨封城，现下正召集各位大臣殿前商议。郡主到，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啊，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只是益州路远，还未收到上面的旨意。可现下百姓仍聚集在一起，瘟疫只会传染得更严重。可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并无多少士兵镇守。若是百姓知晓瘟疫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根本就压不住。可赵大人知不知道，不止益州，若是在等旨意的期间，让瘟疫流传出了城，危害到了其他州县，只怕不只是百姓暴动这么简单了。殿下说过，见此章如见他本人，只是不知赵大人还认不认这章子。本以为岳西郡主不过是太子殿下联姻的选择，没想到殿下信任他至此，连私章都交给了他。请郡主吩咐，下官定听命行事。当务之急是请大人封锁益州城门，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大人，外面现在已经……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益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益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？京城到益州，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益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益州的丧事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大
大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哎，放我们出城！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，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成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9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呢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臣不负所托，北琼已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，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，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。益州疫情泛滥，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可光您一人可不行，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，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，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，爱卿你看如何呀？这，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
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啊。还是要多谢君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的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您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宁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我们要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益州被封是为了防止疫症外溢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城中的高官世家早都跑光了，留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们这些贪官分明就是枉国人命！枉国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益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？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了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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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堵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了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益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我在萧旭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大家不要被奸人怂恿蛊惑，速速离去，免得伤了自己。外面驻守的军队说，出城者杀无赦。你们不是想出去吗？我就帮他一把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城。赵刺史拦着你们，是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让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快放我们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
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，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啊，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月溪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以周城。月溪郡主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月溪郡主？我知道啊。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奸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气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，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个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嘛！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那臣告退。这个马上磨好，快好了。这个拿去接。来来来。好些了吗？慢点，慢点。见过郡主。小春花呢？我给她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郡主，都是下官无能，至今未能寻得治疗方法。好了，姐姐真漂亮。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啊，给你带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真乖。
若是这场令如此多无辜之人失去生命的瘟疫，不是天灾而是人祸，我定要让背后之人付出同等的代价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金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啊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。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水井？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个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泼皮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？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益州那边已经被宁初曦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见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曦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益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杀鸡儆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恐怕很难。他在益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益州的时候，宁府里已经有人咳嗽、高热，但他反应太快了，迅速把众人隔离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不该说话的人统统给我闭嘴！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华流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华流扶进房间去。啊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
太医，郡主，还好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，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柳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服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再造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先恒的人，若不是听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蚁州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。本就是怀柳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此事怀柳难辞其咎。你是说此前萧心恒就让你暗中保护我？属下以命相护，是知道，若是郡主出了事，主子不仅会疯，怕是最后也不会躲活。属下越去，本不该跟您说这许多，但属下只是希望，郡主不要因为属下受伤而心怀愧疚，也希望郡主千万要珍重自己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玉安堂出事了。许是这伙人知道刺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，成为郡和主子，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
快一点！怀流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小心好！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。怀流，一定要撑住！殿下，这次瘟疫是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心好！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，再爱一遍。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。怀流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怀流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安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一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不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一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出事儿了？这段时间还真是多灾多难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庙去拜一拜？您是该去拜拜，让佛祖保佑您呢，别再受伤了。这算什么伤啊？这是我跑脱力后不小心在地上磕的，怀流那才是真受伤了。要不我去庙里拜一拜的时候，也顺带捎上怀流。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，要不然，是挺及时的，还挺帅的。你说谁帅？怀流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？回来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
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萧星河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萧星河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也不是无辜的，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，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乙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乙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星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星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，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你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了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。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呢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运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了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
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！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他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拜见太子殿下！拜见太子殿下！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啊！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玉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可及的人，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还不快滚！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哎，祖母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，你就改口了？什么？祖母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不过我更好奇你是怎么跟祖母保证的？祖母能让你还没过门就改口了？我答应了祖母，她担心的都不会发生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还让我来府上过年。祖母还真把你当自己人了，早晚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的家庭地位不是有威胁了？有你，才有家。主子，主子，你让我查的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，和这次瘟疫的症状果然如出一辙。10年前瘟疫，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，这些病状跟如今益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益州瘟疫，萧兴亨已经查到我们了，至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益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益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寒。对哦，萧寒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。那行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如果你觉得危险，就不想带上我，那我就必须去。至少我在你身边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
小何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你怎么了？本宫知道最近的计划多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刻。乙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萧星恒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7年前，后宫叶庭17名宫女相继发病身亡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据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出现了发热、头痛、高烧，甚至呼吸困难，这些症状与如今益州城所发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而瘟疫从何而来？娘娘与儿臣心知肚明。为何？贵妃娘娘，当年在掖庭之中，你想杀之人是谁？儿臣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多日，左思右想，也只能是一个人。你是何时知晓的？从你想杀宁出西灭口的那一晚。哟，这么早啊？那你为何现在才来问本宫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我不忍、不愿、不信？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过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益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，让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位女子，因为家族趋炎附势，谄媚权贵，被当作族姐顾宠的礼物送入宫中。她果然不负家族厚望，得了几月的恩宠，有了身孕。可防不住深宫重宠，人心险恶，孩子没了，女子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后来，族姐的孩子长大了，家族
也从一开始寻求后宫故宠，变成了储君之位的争夺，于是便开始劝说女子收养深宫中的皇子为己所用。可拿捏人心不易，不能找后宫中有母族作为依靠的皇子，只有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的孩子，才能被铸成最听话的刀。我需要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任何退路。所以，杀了我的母亲，那是因为她该死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，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她在这深宫也活不久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你说过，你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你竟相信我不会杀你，真是可笑。10年前，我以为你是我深渊里照进那一道光，可你却也是将我推进深渊之人。你知道吗？从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从未将你当过一母。别怕，黄泉路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等我。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，轮不到你处决他。萧星豪，你知道吗？我恨那个造成我母亲一生苦难的男人。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民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萧星豪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，回到宫里受到朝臣和圣上的冷落，可是你却比我幸运。你的母家门第显赫，权势滔天，还有宁初曦的喜欢和宁王府的支持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
就连我最爱、最信任的人，都是假的。小韩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，来不及了。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他们，别看，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毛草。剑毛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毛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毛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毛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慌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毛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这剑毛有用啊！那这剑毛乙州可有足够的存量？说来惭愧，这剑毛产自北疆，多用来驱寒辟邪，并未被列入正统草药的范围，这才被下官等忽略了。因这剑毛多作为小众的生活百货售卖，所以存量并不多。无妨，我已经令人去将周围几城的存货先调到乙州急用，一会儿再去给其他几州驱邪，让大家一起帮忙，令朝廷倾力从北疆运送剑毛过来。这样，这疫情有了治疗方法，解封乙州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既然这剑毛草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儿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快，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
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已经……太子见了萧寒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朕命不久矣。陛下洪福齐天，龙体一定会很快痊愈的。这是老天爷对朕的惩罚。瘟疫是老天爷对朕的警示，朕逆天而为，注定有此一劫。瘟疫已经被太子殿下控制住了，太子殿下代陛下福泽万民，这也是陛下的功劳啊！太子，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小心，陛下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朕要逆诏，朕要传位给太子。明日召集大臣觐见，朕要昭告天下，太子仁德可替朕福泽天下。是。今日是你们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阿六，上！小韩流，没有我不行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外面到底什么声音？你闭眼干嘛？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该睡觉了。然后，少年找到了属于他的鸢尾，守着他的话，永远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这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有吗？分明是你拿我讲过的故事揉在一起瞎说的。好吧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快睡吧。主子，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病重难医，恐年寿难永。萧旭是怕陛下突然薨逝，太子会名正言顺的继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动手。
消息既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怕是已经留有后手了。明日你要赴的不是皇家节宴，而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罢了，比起刘国为之，不足为惧。明日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太子府也难以幸免。华亮，明日一早我离府之后，你便送郡主回宁王府，务必看到他进门之后再离开。主子，那你呢？只要他安然无恙，我便没有软肋，小许赢不了。明日我会带郑国公府的4兵在宫外接应，若宫门有异动，我便杀进去。怎么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感？郡主，哎，怀流，怀流，萧敬腾呢？怎么今天起来就没见着他？主子今日有事外出，特命属下留守府中。主子说，郡主自益州回来，离家多日，想必会思念宁王。待郡主醒来，便让我护送您回宁王府。怎么突然要我回宁王府啊？华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萧清衡到底在哪儿？太子殿下到！皇兄还是这般爱摆架子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儿臣来迟，参见父皇。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，所以主子一定得先护好您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萧旭。华流，你帮我办件事。郡主尽管吩咐。本郡主今日要在威园大设宴席，宴请百官家眷，共赏威园盛景。主子这还在，您就开席，不合适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郡主放心。不算迟。看来父皇病重难愈，如今已经传遍朝野。诸位心里已经择好了明主，只是父皇还安然无恙坐在此处，诸位便如此迫不及待，莫非是想逼宫？皇兄此言差矣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不过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父皇年迈病重，也不宜为朝政与百姓忧思，不如早些退位，颐养天年。好，本宫作为太子，尚不能接下江山社稷的重担，三弟倒是比父皇和本宫还着急。无妨，
皇兄如今也就只能逞逞嘴皮上的功夫了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太子名不符实，碌碌无为，难堪大用。今日结宴，儿臣恳请父皇废黜太子萧心恒，改立储君。李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我也想问赵夫人，你怎么？郡主请柬上分明写了只签我一人。我的请柬上面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的也是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宴请之事，是本郡主欺骗了各位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借各位的命，解我夫君危困。郡主，您这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？赵夫人说的是，不过我今日可以杀了你，明日也可以杀了他，这样间错开来，既不会显得太慈悲，也不会显得太残忍。我们都知郡主仁慈，救了无数瘟疫的百姓，又怎会滥杀无辜呢？就是啊，很不巧，本郡主很是善变。平日里葬不了花，但今日葬得了你。若各位夫人好好配合的话，倒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岂有此理！我今日就要出去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，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本郡主令，擅出威远者，就地杀。你敢！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诸位请放宽心，既然大家都是来赴宴的，本郡主定会保大家安全。至于多久能回府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。小婿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直呼太子的名讳？太子，父皇，您忘了？儿臣刚说了，废黜太子，改立储君。一国太子，岂是你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的？你可将朕放在眼里？你可有问过满朝的文武百官？文武百官？诸位大人，既然父皇都问了，那便请诸位来说说。这太子可不可废？陛下，太子自归国之后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又体弱多病，极易草药，不宜继承大统。赵夫人，赵大人不过从五品官，他的俸禄怕是难以支撑这账本上的流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太子从小入刘国为质，只怕早已胸无大志，难当大任了。李大人这外交使臣做的倒是称职，与他国臣子的来往信件有数十封，卖国求荣，真是无辈楷模呀。陛下，太子长于刘国，难保不会包藏祸心，又从未学过治国之策。若是太子继位，大理100年基业，只怕要断送于此。明码标价，买卖官军，将一群胸无点墨的纨绔纳入朝堂，
往小了说是贪财丧志，往大了说，陆大人这是想从内部瓦解，毁了我大理100年基业。我不知道。你们这竟养了一群有目无珠、目光短浅的酒囊饭袋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父皇，您看，为了让您高兴，儿臣让这满朝文武都同意了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太子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。那一周的瘟疫是谁带兵前往？是谁查出瘟疫之源？又是谁寻到治疗之法？你们一个个只会喊着弃城的时候，是谁有胆魄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？刘国为治，胸无大志。若非太子出治刘国，你们还能有命活到现在？朱门酒肉，高官厚禄，都将你们的脑子堵住了。就算萧兴恒的确做了1、2件事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他除了会帮助宁初曦和宁王府，哪里比得上我？父皇，如今晋国可由不得你说不了。陛下，保重龙体，保重龙体啊！皇城内虽没有几万精兵，但也有数千羽林军。萧旭，你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？羽林军？萧兴恒，你不若试试，看看如今的羽林军究竟听谁的差遣。萧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想不到朕多年的教导，竟养出你个野心勃勃、大逆不道的白眼狼！父皇，儿臣这不叫野心勃勃，这叫雄心壮志。生在帝王之家，谁不想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？儿臣不过是比有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加坦诚，将这份雄心摆在明面上罢了。萧兴恒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有什么可傲气的？我从小长于父皇身侧，受太傅教导，学治国理政之策，习济世为民之理。而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刘国卑躬屈膝，仰人鼻息，艰难求生，过得连狗都不如。萧兴恒，你一个为治归国、徒有其表的太子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就凭他的心胸和气度，凭他行事磊落光明，凭他临危受命带兵救益州，他就比你更当得起这大理君主。父皇，如今惹怒儿臣，可不是理智之举。如今皇城内外皆是我的人，只待儿臣一声令下。父皇，您是想儿臣兵不血刃的继位，还是想血流成河的夺权？父皇，有皇兄这般仁心爱民，定不忍牵连宫内众多士兵与宫人的性命，不忍百姓流离受苦吧？是吗，萧旭？那你大可试试。一声令下之后，你还有没有那个命活到你继承大统的那天？萧兴恒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宁初曦呢？他怕死吗？你这么在意他，怎么就不知道把他藏好一些？你说他死的时候会不会恨你？恨你以爱之名将他卷入这场纷争之中？皇兄着急了，心疼了？
臣弟与皇兄做笔交易，倘若皇兄能劝父皇拟下诏书禅位于我，臣弟保证定将宁初曦完好无损的还给你，让你们双宿双飞，如何？参见陛下。殿下，郡主今日突来兴致，便在微园设宴，邀请群臣的家眷共赏微园盛景。因您一早出府，未能提前与您商议，擅自借用，特让属下来告知您一声。无妨，本宫的微园就是他的微园，他想什么时候用，想怎么用，随他心意。是。除此之外，郡主还让属下给各位大人带句话。今日若萧星河没有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微园接我回家，那么整座微园的人都会与我一起为萧星河陪葬。这什么？这郡主怎可如此做呀？就是啊，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滚！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不是说宁王的兵还在关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将这个逆子给朕打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退朝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各位大人，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微园里还有各位大人的母亲、夫人、女儿，在微园等着你们去接他们。尔等宵小，勿以强权逼迫我等就范。天理昭昭，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天下，不愿以死明志。这，哎呀！还有气。既然他有如此心愿，那本宫就替他了了。史官也不用记其死将，只记其乃叛军同党，冥顽不化，今日死于乾元殿，理由是伏诛即可。哎呀，太子如今行事果决，手段毒辣，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边一直恨朕，虽然你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自从母后走后，儿臣心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恨了。朕已经拟诏将皇位传于你，但是朕希望你留你三弟一条命。他犯的可是谋逆之罪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啊！父皇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三皇子萧旭现赤夺其亲王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冀州，终生不得回京。
希儿，希儿，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其实，在他们第一次有谋反之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在放任他们的联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坏，很自私？是挺坏的。那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萧星河，你很好，自私也好，狠毒也罢，都是为了将幕后危害家国安宁之人一网打尽。你保护了你的父亲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子女，是无私，更是大爱。所以，不要怕。不论前途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。萧旭今日就将流放益州，且终身不得回京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将从这深宫中永远的离开。旭哥哥，玉儿来了。玉儿会和旭哥哥一起，不会让你孤单的。我昨夜做了一个梦。梦？我梦见我与宁除夕订了婚，鸳鸯闭合，举案齐眉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宁除夕仍旧爱我如痴，而我借助宁王府的势力，仅仅用3年时间，便蚕食了部分北疆士兵。3年之后，在我的安排下，萧庆恒在秋猎之后不久，兵符交给你，也生重不治。日后好好爱护希儿。我在宁王的支持下，终于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再后来，我为了迎娶我最心爱的人，也为了除掉早已对我无用却时时压制我的宁王府，我默许你诬陷宁除夕与侍卫私通，放任其被毒杀。果然，只要是旭儿送的酒，你永远都不会怀疑。叶母，救我！旭儿，为何要这么想不开啊？你为何要服毒自尽啊？只要你肯听从于我，这后位早晚都是你的。你为何要这么心急，做出这种傻事啊？不过今天，就算你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人看见的。此后，宁王造反，为谋逆叛国之民，将宁王斩于马下。在此后，又除掉了处处与我作对的萧汉之后，我终于顺利登上了皇位。
王万岁万岁万岁！伤了我心爱之人，为后，是不是很疯狂？是不是？太真实，真实到让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生，这本该就是属于我的一生。可是，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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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滚开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万岁！原本这一切都该是我的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是不是你？我知道为什么了。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如果不是你迷惑了我，宁初曦照样会嫁给我。这梦中的一切，有的还是真的。怪你，都怪你！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或许爱过吧。你能不能最后抱抱我？琴瑟起，镜中人不曾知迷。问风月，一滴泪眼交悲语。余生有着你，相思不可及。像是一场梦不留痕迹。别故人，路遥可曾见君兮？望来生，任沧海浮萍朝夕。青丝落入故里，弹针只一句。天涯若追寻，久别意难平。只不过是初吻中的心，凉薄了记忆，何必为无情之人掏心要是无意。居然凄美是梦中的光景，大梦中会醒，秋风起，枫叶落，秋意。
好，多吃蟹棒。真好吃。慢点吃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是啊，您多吃点儿。要不我给你剥点下巴。我的希儿终于找到好的归宿了。母亲，你就少操点心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大哥，太子这个女婿，您可还满意？我这个女婿文武双全，温文尔雅，希儿嫁给他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了。是。希儿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天定的缘分呐。来，我们干了此杯吧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那可不般配着呢。食菜，食菜。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太子殿下现在应该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做这种细枝末微的事儿？与希儿有关的一切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微末小事，我自然也要亲力亲为。我知道啦。哎呦，我宁王府都买不起一个新碟子装调料了。让太子殿下亲自的给我女儿挑香菜呀！行了，你又舍不得女儿了是吧？母亲呐，你不知道希儿在外面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？靠内耗过的呀！你呀，这么累，干嘛去啊？别去了，吃点吧。行，喝酒，坐着吃。来，我敬你一个，干杯！为什么我觉得今晚有点不真实？喝多了吧你啊？应该没醉，毕竟我现在怀里抱的是真实的。萧星豪，你看，天上有什么？有星星。星星发光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。那地上有什么？有你。我也有你，萧星豪。虽然你的过去我不能感同身受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是你的最佳听众。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星星了。那一片忧愁，又扰了清梦。